1945年1月30日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，在波罗的海的寒夜上，原本设计仅能搭载2000人的德国客轮威廉·古斯特洛夫号，此刻却挤进了超过1万名逃难者，妇女、儿童、伤兵、海军少女。他们以为登上的是逃离地狱的方舟，却在寂静的夜色中被3枚苏联潜艇的鱼雷击中。短短50分钟内，巨轮崩塌，尖叫四起，冰冷的海水吞噬了一切。1万多名乘客经历了真正意义上的九死一生，9000多条生命永远沉入那片冰冷的黑暗。最终，仅有包括船长在内的仅1000余人获救。这场浩劫最终酿成了人类历史上单一船难死亡人数最多的记录。要理解9000人遇难是怎样的规模，不妨想象一下，一个可容纳约9000人的中型体育馆，在一场演唱会或比赛结束后，整座场馆的人全部遇难。这就是古斯特洛夫号海难的惨烈程度。最令人痛心的是，遇难者中绝大多数是作为难民的妇女和儿童，他们原本只是希望逃离战火，却在海上迎来了生命的终结。然而，这场灾难却长期被忽略。对战胜国而言，船上的死者大多是德国人；对德国战后社会而言，回顾这场悲剧往往涉及敏感的战争记忆。结果，古斯特洛夫号在历史书写中几乎消失，只在上世纪80、90年代才逐渐被重新提起。古斯特洛夫号建于20世纪30年代，相当于中国的幸福社区建设、朝鲜的模范工人休养所和苏联时期的工人度假村。它的建造目的是为了让纳粹德国的工人阶级感受到被国家关怀，从而强化对纳粹政权的认同与忠诚。全船共有489间无等级之分的客舱，内部设施齐全，包括游泳池、镶嵌马赛克的壁画、带着钢琴与乐队指挥的会客厅等。尽管外观气派、功能完善，但作为造福大众的政治宣传产物，它更多体现的是集体主义与社会动员的象征意义。因此，尽管古斯特洛夫号比泰坦尼克号晚建成25年，无论是设计的先进程度、设施的豪华程度，还是船体尺寸、航速与吨位方面，都远不及泰坦尼克号。说到这里，人们最直觉的质问往往是，为什么古斯特洛夫号要罔顾安全如此严重超载？但事实上是，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乘客的生命安全，古斯特洛夫号才不得不在极限状态下搭载如此多的人。1945年1月，二战临近尾声，苏联红军发起了代号为东普鲁士攻势的大规模进攻，迅速突破了德军防线，逼近东普鲁士和波罗的海沿岸。面对苏军的推进，大批德国平民陷入恐慌，纷纷逃亡。由于陆路已被切断，数百万人的唯一希望就是通过波罗的海进行海上撤退。然而，希特勒拒绝接受战败的现实，他曾下令禁止撤退，甚至惩罚试图撤退的指挥官，要求德国军民战斗至最后一人。在这种极端命令下，德国海军元帅卡尔·邓尼茨背着希特勒秘密发起了代号为汉尼拔行动的海上撤退计划，其目标是将数百万德国平民、伤兵和军人从东线战区撤离至德国西部或北部的安全地区，以避免被苏军俘获、屠杀或报复。从1945年1月至5月，短短4个月内，德国动员了上千艘船只，成功撤离了超过200万人，规模甚至超过了英国的敦刻尔克撤退。而威廉·古斯特洛夫号正是这场行动中的一艘被征用的船只。那段时期，散布于各地的德国平民听闻汉尼拔行动后，纷纷踏上漫长而危险的旅程，试图赶往波罗的海的沿岸港口，尤其是格丁尼亚港。他们之中有东普鲁士的农民、
波米拉尼亚的家庭、丹泽的工匠，还有从苏军攻占区仓皇逃出的妇女和儿童。对他们而言，海上的撤退是最后的希望。陆路已被切断，前线正在崩溃，苏联红军的推进如同洪水般不可阻挡。留在原地的德国人只有等着被屠杀和报复。哥丁尼亚港成了整个东线的焦点，每一艘还能起航的船只都被驶往通往生存的方舟。德国人在寒风中聚集，哭喊哀求，争抢登船的机会。港口的秩序早已崩溃，但在混乱中仍有某种选择机制在运作。与纳粹党有关的人员、出重金的富裕者以及带着孩子的家庭会被优先安排登船。于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涉及载客仅2000人的古斯特洛夫号，在那对德国人而言天塌地陷的1945年的1月，被挤上了超过1万人。还记得侏罗纪公园中那只悲鸣着目送船只离去的万龙吗？它让多少人泪目，因为它的世界即将崩塌，而大家无能为力。那天的格丁尼亚港也是纳粹德国世界末日的舞台，不同的是，格丁尼亚港的万龙被允许登上了古斯特洛夫号。说到这里，不免让我感到混乱与矛盾。尽管这是一个法西斯政权，但汉尼拔行动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撤离。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在战败与崩溃的边缘，仍以如此规模、速度与秩序去救出平民。至少在那个时刻，这个政权对自己的人民还残留着一丝人性。登上古斯特洛夫号的乘客构成如下：船上共有173名船员，918名德国官兵。讽刺的是，其中一部分曾在1942年德国拍摄的皇家游轮，也被称为德国版的泰坦尼克号中客串临时演员。另有373名女性海关辅助人员，162名无行动能力的伤员，以及8956名平民与一小部分盖世太保家属，总计100582人。下午，古斯特洛夫号在狮子号护航舰的伴随下起航，驶向德国的基尔。当时气温接近-18度，海面结着厚冰。由于过度拥挤，甲板、走廊甚至机械室都被人群塞满，连上个厕所都成了难题。但乘客们并不介意，因为与留在路上等待被屠杀的恐惧相比，这些暂时的恶劣条件显得微不足道。他们觉得自己是幸运的，虽然人多，但古斯特洛夫号作为前工人疗养船，设施完备，舱室整洁，仍能给人们带来片刻安慰与交流的空间，彼此交谈取暖，分享食物，感谢命运给了他们最后一次相信明天的机会。为了尽快抵达目的地，船长保罗森在海军指挥官的反对下，放弃了绕行潜水水雷区的安全航线，选择了穿越深水区的快速通道。那是一条更短的路，也是一条有可能遭遇苏联潜艇的路。果然，一艘编号为 S-13 的苏联潜艇早已在古斯特洛夫号进入这片海域后悄然尾随。艇长亚历山大·马林内斯科因作风问题被军方勉强同意上阵，暂时以观后效。此刻的他正急于立功赎罪。他具备出色的军事直觉，再加上这次运气又好，古斯特洛夫号的船长为了避免与执行任务的德国扫雷艇相撞，竟下令打开信号灯。那一刻，在漆黑的波罗的海上，这艘巨轮宛如一枚发光的靶子，暴露无遗。马林内斯克立刻下令准备攻击。1945年1月30日晚上9点16分，他向古斯特洛夫号发射了4枚鱼雷。第一枚是为了祖国，命中船首，炸毁水手宿舍；第二枚是为了斯大林，击中船体中部的游泳池区域，当时安置着数百名潜艇学员，爆炸瞬间撕裂了整层甲板，几乎无人幸存。第三枚是为了苏联人民，直击机舱，切断动力与电力，使整艘船陷入黑暗。第四枚为了列宁格勒卡弹，未能发射。
爆炸过后，古斯特洛夫号在短短几分钟内就严重倾斜，灯光熄灭，船舱陷入黑暗，尖叫声、哭喊声在狭窄的走廊里回荡。根据幸存者回忆的记录，大家拼命往甲板跑，但人潮涌动，被推倒后就再也起不来。由于天气寒冷，甲板上结满厚冰，很多人好不容易逃生上来，又在甲板上滑倒，救生艇的绳索冻得像铁，根本放不下去。有人在惊慌中强行推艇入水，却连人带艇一起翻覆。母亲刚刚将婴儿塞进救生圈，救生圈却一下子被水冲走了。父亲把孩子绑在身上，也瞬间被冰水吞没。水温低于0度，落海的人几分钟内就失去了意识。更有纳粹军官在无路可逃的时候开枪杀死妻子和孩子，然后朝自己扣下扳机。在一片惨烈混乱的50分钟后，古斯特洛夫号彻底沉没。与泰坦尼克号的船长不同，古斯特洛夫号的船长彼得森和几名指挥官最终都生还。他们是在船体即将倾覆前10几分钟时登上救生艇的。无论如何，那一夜没人能再挽回9000条生命，而在混乱的战末，也没有人再去追究责任。古斯特洛夫号沉没的战后，盟军聚焦于纳粹罪行，德国平民的悲剧几乎被忽视。冷战期间，西方舆论一度将此事视为苏军对平民的血腥屠杀，而在苏联，因为艇上载有德国军官和潜艇成员，且古斯特洛夫号的船上并没有悬挂难民标志，这场击沉行动被宣传为正义的军事胜利。然而，尽管战果惊人，潜艇指挥官马林内斯科却未被封为英雄。因私生活放荡、酗酒等纪律问题，他被苏联当局认为不适合成为英雄。原本应得的金星勋章也被降格为红旗勋章。战后不久，本性难移的他又遭降职并开除军籍，直到1960年才恢复军衔与退休金。但仅仅3年后，他便因癌症去世，年仅50岁。1990年，随着档案开放与学界研究的展开，苏联的消息报为他平反，时任总统戈巴契夫追授其苏联英雄称号。今日，他的名字刻在圣彼得堡的街道、潜艇博物馆与多座纪念碑上，也被德国作家君特·格拉斯收入小说《螃蟹行走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指挥的 S-13也是同行舰中唯一在战争中全身而退的潜艇，成为一段战火中孤独而鲜血淋漓的传奇。欢迎观看本期的风流志风尘丝，拜托动动您高贵的手指，点赞关注并且留言，让我们下一次在风流中再次相见。